第4点我要讲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啊，它最需要自由，它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财产权的自由。因为现代自由的本意就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金钱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和干预的自由。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者翻译一下就是允不允许，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国家干预个人以及个人财产的问题。在欧洲1000多年的神权封建贵族政治里，既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国家，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个人。在13世纪之后，新兴的商业阶级兴起，这些人追求发财致富，但是他们受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天主教财富观的限制。于是这个新兴的阶级呢，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打倒教会，从教权的统治下解放个人。这个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这些新兴的商业和资产阶级。那么推翻天主教的财富观，就能够给他们不择手段的获取财富来辩护。贪婪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道德，所以呢，这些人就制造了自由主义的哲学。但是仅仅靠自由主义还不够，因为做生意和发财还除了需要自由之外，也需要法律、和平和武装的保护和支持。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强大的权力来提供。为什么需要法律呢？因为有了法律，才能够保障这种商业契约的履行，才能够对违约行为加以惩罚。为什么需要和平呢？因为在那个时代，欧洲这个小国林立，这个贵族的堡垒和一些这个匪帮，也需要国家的力量把他们给荡平，这样才能够维持和平的商路。为什么需要武装呢？因为商人阶级他需要国家的炮舰、舰队和军队来保护他们，并且支持他们和别的国家的资本进行竞争。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力。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它一方面在打倒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呢，同时它与国王来结盟，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所以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和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而且他们从产生起就是同盟。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观念编造出了一大套这个反对国家干预、限制公权力、强调小政府和分权放权这样的一套历史叙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完全违背当时资产阶级崛起时候的历史事实，是一种虚假的史观。资本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何曾限制过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是靠国家力量来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剥夺之后才建立起这个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就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另外，靠国家的力量把人给强行的塞进工厂里来受剥削，你连不受剥削的自由都没有。比如像英国，在这个早期，你上街乞讨，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会被吊死，会被强行的塞到这个工厂里边，然后他才建立起劳资契约自由的一个原则。在国际上是靠炮舰来掠夺资源和开辟市场，把别的民族变成殖民地之后，开始编造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和这个所谓的国际法等等这些神话。国家主权的概念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并上升的。比如荷兰的一个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格老修斯，他最早提出了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了论证国家来帮助资本进行贸易、自由航行，甚至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熟悉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的同学，大多数都知道这个1648年有一个重要的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是当时欧洲发生了一场30年战争，最后大家都打累了，签了这么一个条约。但是我们读到的教材和著作通常都会讲这次战争的过程，以及里边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啦，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了，但是很少有人深入到这场战争背后的资本运动。实际上当时这场战争背后是荷兰的金融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就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动力。因而这个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它都是服务于资本力量的。而此时的资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由主权国家的保护所带来的自由。所以在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边就规定，战争里边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那么通常大家听到的说法都是说这是战争法和国际法的进步，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本质，就是要把战争对商业活动和资本自由的危害给降低到最低。就是你打仗可以，你不要威胁到我们这些商业和资本的运作。既然战争是资本牟利的一个手段，那么资本呢，自然也有能力把战争控制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范围之内。另外，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还保障了私人企业
和商业活动的自由，主权国家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用于服务于资本的一种装置。由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就是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增值的这样一套国际体系。但是国家一旦强大和集权，它必然会对资本形成制约，因为政治权力的本性，它就是要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主权从定义上就是要高于一切权力的权利，所以一旦这个资本不能控制一切，由商业资本催生和扶植起来的这些民族君主国，它也会发生异化，产生不符合资本利益的独立意志。所以呢，资本需要不断地对国家的权力装置进行修改，通过制度和法律，甚至通过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它的结果呢，就是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法治和代议制。国家和资本的蜜月期结束之后，资产阶级他已经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商人所擅长的私人领域中的法律给应用到整个国家，然后让市场的规则变成了人间的规则。一旦市场的规则和资本的法律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就不再满足于跟国家的这个结盟关系，而是要凌驾于国家之上，要俘获和主导国家，限制国家权力。这个时候他要求的就是让国家变成你仅仅是市场自由的一个守夜人和打手，只是一个中裁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工具。这个时候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相对于国家的这种优先性，就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政治正确。论证这种个人优先性，也就成为自由主义哲学的宗旨。结果呢，自由的国家都建立了代议制，原因就是因为代议制是最适合把经济权利给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利的制度，是让各种类型的财产权按照比例享有政治发言权的制度。所以英国哲学家欧克肖特就如此评价代议制，他说这种统治样式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等地的议会制政府中达到高峰。曾经是共同体的东西，现在被认为是个人的联合，这是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把王权给架空，让议会来统治国家，而议会就是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代言人。美国革命就是成立一个服务于商人和地产债券投机者的合股公司。法国大革命干脆砍掉了国王的脑袋，让资产阶级的民法典来统治。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了让自由来代替专制，用财产权的自由来替代贵族的特权自由，用法律的统治来掩盖古老的权力的统治。资本主义的自由相对于封建主义，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自由呢，它所要求的也仅止于资本的自由。我们要把自由的本质认识清楚，自由就是财产权，自由就是市场原则至上，自由就是资本的统治。至于我们所以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言论自由、自由行动等等，都是包裹在自由概念之上的糖衣，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毒药更容易下咽。